当然愿意。哎，智商，朋友们，智商是刚需，而我一直在领低保。你们这些说不愿意的，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我跟你们说，不要被"讨厌鬼"这个词吓到，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在我眼里，高智商的都是讨厌鬼，高智商还讨人喜欢的更是讨厌鬼。康永哥讨厌鬼，马老师讨厌鬼，蛋总可爱。哎，真的是啊，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讨厌鬼。比如说我的对手廖泽毅，你智商高，我不选你，因为你如果是个弱鸡，我就不用这么焦虑，对吧？而我智商太低，也会被人诟病；太蠢，也会遭到弹幕的攻击。林志玲那么美，她是小 S 眼中的讨厌鬼；颜如晶那么可爱，她是鸡眼中的讨厌鬼。杨奇涵那么有学问，他就是个讨厌鬼。来一堆吐槽梗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不会成为讨厌鬼呢？没有人，反正都是要被讨厌的，为什么不智商高一点？心里话，我很想变成高智商，理由非常简单，我想为社会做贡献。哎。大家仔细想想，高智商的人什么时候最讨厌？他们吹牛的时候，他们说那些我们听不懂的话的时候，我们的智商被碾压的时候。说白了，高智商的人散发的这个讨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是知识的味道。太厉害了！好笑了，这些我们不喜欢的味道，实实在在是可以创造价值的。经常在奇葩说，黄执中他真的很累，大家都想去请教他，我也很想帮他分担一点呀，你们也可以来请教我呀。结果大家都跟我说啊，心领了。哎，你们还跟我说什么呢？智商不够，情商来凑。我凑的有多努力，你们知道吗？我凑的有多辛苦，你们知道吗？我夜夜陪潇潇喝酒，黄执中说话我还要假装听得懂。我努力在各个场合做到活泼开朗带节奏，搞得人人都以为我在纯 K 上班拿酒的回扣。我的天哪！高智商的讨厌鬼，每天睡前问自己什么呢？今天又剥削了吗？低智商又渴望被人喜欢的我，每天问自己什么呢？酒量又大了吗？你们真的不懂，所以你们明白了吗？高智商的讨厌是对社会的贡献，而低智商的可爱只是对自己的无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一个讨厌鬼，但是当你拥有了高智商，你看破了他人的喜怒其实与你无关，你自己的世界可以自由运转的时候，即使被讨厌也不会打击到你的自信，这就是高智商的情绪自由。你听听，情绪自由，一听就是我刚学会的高级词。情绪自由。没有人想成为讨厌鬼，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终将成为别人眼中的讨厌鬼。那么要做，就做一个高智商的讨厌鬼。耶！好了，好，漂亮。黄执中很爱幻想自己是蝙蝠侠，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蝙蝠侠对面的小丑也有他致命的魅力，那就是高智商讨厌鬼的魅力。谢谢大家。哇！哦，超级漂亮，漂亮。太猛了，他也今天大王的表现真的惊艳到我。稳了，稳了。我成功了，朋友们！大王太好了。哎，为什么刚才我们都是讨厌鬼，结果李诞是可爱啊？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又不是我问的，你说我干什么？他问的，你说他呀？怎么又说我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由京东冠名的《奇葩说》第6季。
很高兴第6季我们请回了我们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导师，情商课蔡康永老师，经济学讲义薛兆丰教授，吐槽大会李诞老师。大哥，你把我们家的沙发布拿来一个。我今天出来，我感觉跟3个这个霍格沃兹的人站在一起。你们为什么都穿的这么正式？我天哪！尤其是我，而且这是我的宠物京东。小心啊，活的。日子是一年一年过，每一年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成长。看看薛教授这一年来有什么变化吗？怎么变美型了？他这一年做了些什么吗？他这一年来基本上时尚 party 啊，红毯啊，就是反正这一年混娱乐圈都去吗？都基本都在。学业肯定就荒废了吧？没那么夸张。教授适不适合娱乐圈啊？非常适合。怎么说？你有没有听过娱乐圈很多女明星看了《奇葩说》以后都觉得薛教授是一个就独立的一个存在？我收到很多人跟我的反应，就是他们看了《奇葩说》之后，他们就看着薛教授说我可以。我也听到很多女明星跟我说，他们看到李诞以后说我不行。我们还有第4位嘉宾，让我们有请久违了的罗振宇老师。罗老师好。帅啊帅啊帅帅帅！蛋总好像一直非常重视，就是跟罗老师的这个交手，因为这个我们导演事先问他说，你对罗老师什么印象？他说有些话我要当面跟罗老师说。我们就没法问了，就来吧，当面吧，来吧，说吧，来。我呀，一直都很喜欢得到这个产品，这是实话，这是实话。但是对罗老师个人确实有一点那个什么。有什么微词？有什么有看法、意见？你们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什么话呀？你这是？我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那意思你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对啊，他不是，我不懂啊。当然，我不懂啊，当然，我不懂，反正就是我们普通人就传销什么的那个什么，我不懂啊。刚才有俩字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传销。我们主要传销的产品就是薛兆丰老师的经济学讲义。蛋总，传销跟普通的正常的销售的区别在于这个产品有没有流出那个金字塔。如果流出去了，金字塔以外的人买了，那不叫传销。哎呦，上课了。今年啊，情势不太一样，我们4位导师都要亲自率领自己的战队打比赛。所以我们要请4位导师啊，先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决心。我们从薛教授开始。薛教授，这一季您的带队风格会是？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冠，我会借经济学替你加冕。太有煽动性了，这一句话。他刚刚封自己是经济学的代言人了，他要替经济学给他们加冕。康永哥呢？这位优秀的选手，你们选导师的时候呢，不要选那个看起来好像会活的，要选那个6季以来都没死的那个。很会拉票，会拉票。
就有点回光返照的感觉。遗言。罗老师呢？各位优秀的选手，我参加第6季奇葩说没有别的使命，只有一条，就是替得到 APP 来找老师。下一季就像薛兆丰老师一样，我们坐那儿。哇，这个好心动！来，蛋总，各位优秀的辩手，李诞太可爱了。我呢将决定我们这个队的下限，好不好？加入我们队呢，输了责任全在我，赢了风光都是各位的，好不好？这也太 man 了吧！对呀，我们事先啊，请这个所有的选手，背靠背的，盲投了一圈票，说我愿意在谁的队中。我大概排在2或3吧，我争取不是最后一个吧。我不知道，只能尽力而为。这肯定我人气很高，压力没有那么大。李诞的风格可能未必适合奇葩说的下场辩论。李诞表现不稳定，时好时坏，也很难琢磨。就是有什么选手会想要加入李诞那一队的呢？我们来看一看成绩如何。李诞第1，真的假的？你最想进哪个导师的战队？李诞吧，李诞吧，他开得起玩笑。本身就很痛苦了嘛，你一定要选个很开心的队。我要鞭策他，不要再在奇葩说混饭。都是我应得了，太有实力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我本来这一季就觉得不要太为难李诞了啊，可是这1秒钟不行，我得按着他打。来支持我，那17个朋友支持我。我要着重的感谢一下投给罗老师那8票的8位，真的，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有勇气，顾全大局啊！8个人够了。是，来，4位导师请就座。好，那现在开始是奇葩说的第1关1/2生存战。你们现在有56位新老奇葩，1v1的开杠之后，你们只有28位可以坐到我右手边的晋级区里面。好紧张啊！大家看到今天奇葩说的这个选手身上多了一些装备，叫做杠。BB King 3杠，老奇葩2杠，新奇葩1杠。1/2生存战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无论你的对手是谁，只要你赢了，你就可以把他身上的杠全部归为己有。哇，天哪！最终杠数最多的选手可以成为队长候选人。未来团队中的总杠数将决定团队比赛的优势。如果在1v1当中真的那个被淘汰的特别可惜，4位导师有壮士留步权，2个人以上摁了灯，我们就可以把它进入待定。进入到最后的求生欲大混战当中。哦。另外，每一位导师都有2杠在手，你特别喜欢的选手可以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爱意，他就有可能更愿意到你的战队来。那好，我们来开始1v1。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最开始的2位选手是谁呢？大家好，我是第5季老奇葩杨奇涵。
保护家庭，传宗接代，此为忠；照顾父母，保护爱人，此为孝。忠孝仁义。就我每天晚上都会问自己一句话：今天你比昨天更博学了吗？以前就很狂嘛，就目中无人嘛。今年就是属于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就是稳稳当当，能走多远走多远。来贴题吧。这题好，杨奇涵啊，对吧？那你期待的反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期待一个女生吗？我不敢跟女孩打辩论。他怕女孩打辩论，所以如果女孩想拿到他那2杠的话，可以考虑站在他的反方。我的天，马老师好坏啊！下一位是，来，塞纳，请选题。这道题。来，有请。来，下一位。他也是哈佛的，哈佛的是吗？哇哦！杨奇涵，别！我杨奇涵啊！齐安是我师兄，是吗？就我们俩之前也认识，他当时入学的时候就很有名，就是让5个年轻人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去联合国开会，绝对有许继儒。大家好，我是许吉如今年27岁。之前本科是在清华法学院读的法律，然后后来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读了硕士学位，再往成为一个新闻主持人的方向在努力。许继如是我的学姐啊，所以很早就认识她。她不用讲段子，她也不用说多动听，她讲话就是让你愿意听。每一个高光时刻它有多绚烂，那个高光周围的阴影，就可能曾经有多寂寥。在我心里面，语言的功能就是认知的拓展和情感的传递。我想来看一看，我目前有没有具备这个能力。你准备拿掉他身上的2杠，对吗？也可能让他有3杠吧。我现在给你吧，你送给他吧，没关系的。我有俩，我送1个行吗？现在就送吗？我现在可以送啊。我可以送。其实送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因为都是他的。他赢了又还回来，赢了又给他。那先说说为什么没送2杠？我也舍不得，我也得留一个。我也舍不得。他和杨奇涵是师兄师妹嘛，大家还蛮期待看他们这一对清华同门大战。加油！这一局精彩，我真不知道谁会赢。我也不知道。听说他们中间有杠杠的交易，杠交易，对，这个是符合节目规矩的吗？这个节目哪有规矩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你送杠的意思是你喜欢他吗？啊，没有。你不喜欢他吗？不是，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舞台上每一次掌声啊，大家的每一点点票数都是我们用话一句一句这样子争取来的，所以我一开始拿就1个杠，自己心里会有一点觉得好像姿态上不太好看，但是我很感谢来自齐涵师兄的这一份鼓励，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一起特别善意但是精彩的打一场辩论。哎，我觉得齐涵这一季变得温和了，对吧？我本来以为他还是那样，就是上来要先背个4、6、8。上一季已经开始变了。对，现在很好。来，杨奇涵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第5季老奇葩杨奇涵。去年因为不太会说话，然后得罪了很多朋友，在弹幕上我都看到了。今年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哇，谦虚。哎，他真的好像一个人啊！现在他现在太像人了，我好不适应啊！是不是有那种孺子可教的那种感觉？齐涵，你好厉害，怎么做到的？短短的1年时间，我天哪！这说实话，去年来的时候心态很不健康。我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跟黄执中水平5-5开啊。这个，当时我觉得东邪巍巍，西毒萧萧，南帝陈明，北丐秋晨，中神通是黄执中，老顽童范甜甜。我觉得我怎么也跟5绝能掰手腕。后来发现我就是柯江南七怪柯震恶的水平，而且眼睛还瞎了，觉得自己跟黄老师一样。哎，
但他话一多呢，就有点回那个感觉，有点那你这一年博学了吗？哦，我博学了。我去年参加完，居然说是。来吧，看一看许基如和杨奇涵两人题目。正确的废话还要说吗？就比如说那种什么劝你早睡啊，什么多喝热水啊，就是这种说不说其实都一样的话，我们称之为正确的废话啊。哎，这个太适合杨奇涵了，这个题。来，两位，请剪刀石头布。许基如选择先说还是后说？我后说。杨奇涵先发制人，3分钟立论。来，朋友们啊，拿到这个辩题啊，我百感交集。为啥呢？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爱说废话的人，忠孝仁义，对不对？今天你更博学了没？对不对？好，来，为啥我爱说废话呀？因为我们这种坦白讲情商不高的人啊，不让说废话，那就没有话可以说了。我女朋友跟我讲啊，宝宝，我发烧38度啊，对我回一句，哎，牛逼，好。哎，我以前上大学打热水，我前面女孩回头说，同学你好，我的杯子呀拧不开，我回一句啊，那让我先来吧，对吧？不让说废话，没有话可以说了呀。我们说什么是废话？谁来决定一句话是废话？听的人还是说的人？听的人决定。听的人觉得无聊、无感、不符合期待，你不花心思，这就是一句废话。好，问题来了，你觉得一句话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它就不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吗？有些人说听了很多大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好，那大道理就不配存在了吗？如果有人不求上进，学校就不再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吗？如果有人逍遥法外，父母就不再教育子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如果有人浑浑噩噩，难道就没有人相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这会什么样子呢？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保卫咱妈妈呀！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好，来，你觉得听不懂、无感，废话不要说。那艺术家的话听不懂多了去了呀。鲁迅先生，我家门前2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废不废？有人问夏目漱石，我爱你用日语怎么说？夏目漱石回了一句最废的废话：今天的月色真美啊。该说得说，最有名的莎士比亚之问 ，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 这是什么 question 啊？但是你得说，为啥呢？为啥？废话说得好，历史当主角；废话说出花，就是艺术家呀！这是啥？有点小沈阳的那种感觉。所以对方啊，一不让我说废话，我一是生气，然后想想非常可怕。当他觉得我在说废话的时候，他就要求我闭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在说废话的时候，他就让所有说废话的人闭嘴。他要剥夺所有人说废话的权利。细思恐极，难道我们所有人都要生活在一个情侣之间说话之前都要谨小慎微，亲朋好友之前说话都要噤若寒蝉，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要3缄其口才敢张嘴的恐怖世界吗？不敢想。所以请不要剥夺我们很多人说废话的权利。有人说错话，我没有站出来，而今天有人说废话，我再不站出来，那么有一天我再想正常说话的时候，就没有人替我站出来了。最后一句，说一句正确的废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废话的权利。想说啥就说吧。里面还藏了衣服。杨奇涵藏阴招哎，就是咔一下就啊，我还以为是排骨呢，结果啊。好，来，我们不做评论，3分钟，许基如开始。正确的废话还要说吗？一道典型的选择题，成年人做选择题为谁选？为自己选。不说废话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不会成为我对别人的指责和绑架。这个好。我为什么不要说废话？因为我深知说废话真正伤害的人是我自己。第一，废话没有用。今天你熬夜，如果你熬夜是在加班工作，这个时候我需要做的是什么？不跟你说话，让你更快的忙完手上的事情，早1秒钟睡觉是1秒钟。如果你熬夜是为了玩，
更轻松了。在你的价值排序里，此刻欢愉高过健康作息。第一，我没有权利指责你的价值判断。第二，如果我想改变你，我怎么说？宝贝，不要熬了，一起来睡觉吧。明天早点起来，我陪你一起玩。狠一点，我甩一个链接过去。20岁少年彻夜倒塔，起身猝死，你自己看着办。所有的方法哪一个不比熬夜伤身、早点睡觉这4个字更有效、更有力量、更有温度、更让你觉得你的实际情况和感受在被我看见？人和人之间相处要的就是一份看见感，而说着正确废话的我，说的心安理得的我，看不见你的需求，看不见你的感受，我看见的是什么？是我要说，我觉得，我相信，我表达的权利，全是我。我不想说正确的废话，是因为我的心里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正确的废话废掉我真正去看见和关心一个人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正确废话最可怕的地方。说正确的废话，除了道德上的优越感，还会带给我一种心理认知上的错觉。我觉得我很厉害。说正确的废话，我可以干什么？我可以跟教授探讨做学术。薛教授，做学问什么最重要？要踏实，万丈高楼平地起。同样的话，我拿来跟罗先生探讨做企业没毛病。罗老师，做企业做产品最重要是什么？要踏实，踏踏实实做好产品，留住用户。我说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都没有说。所以2位导师根本都不惜的跟我辩驳，但是他们越不驳斥我，就越觉得我好正确啊！我越觉得我自己正确，我就越失去学习的动力和自我反省的警惕。漂亮。我感觉我要被说哭了。说着正确废话的我像什么？我像一个穿着国王新衣的人。我明明什么都没有穿，我觉得我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衣服。我明明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都不太懂。我觉得我掌握了这个世界最至真、最至理的真知灼见和智慧。我废掉了，废的已经不是话，是一个对我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的人。她太厉害了，女神！听到这里，大家说，那我们折中一下吧，对不对？我讲着正确的废话，为什么我有权利啊？我要想个气口啊！我讲一讲，我一边讲一边想着怎么把话讲得更有价值、更好。世间哪有两难？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东西，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是敢于放弃那个根本不那么好的东西。不要说正确的废话，说正确的话。谢谢。好，完美。这是一些什么神仙选手？哇，好强啊！你这把票都拉过来了，都拉过来了，哇！我们先不予评论，我知道你们都憋着一肚子的话要说啊。你们2位进入开杠时间，每人1分钟，从杨奇涵开始。季如，刚刚你有点跑题，今天你的全篇论述在论述废话，我还要不要说？而今天的辩题是废话还要说吗？听的人也很重要。我认为所有的要求应该先从我自己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做出一个范例，才可以去影响别人。那么齐涵，我问你，说话到底是应该以自己为出发点，还是应该给听者的感受为出发点？来，对我方观点就是以听者感受为出发点。季如，我先问你，我觉得你现在说的话呀是有点废话了，你还继续说吗？我会自己去反思，因为我希望我说的话不要被别人认为是废话。所以说，如果你在乎别人有没有觉得你说的话是废话，不正说明你其实要谨慎的不要说废话吗？有些人觉得奇葩说啊是一个没有讨论出结果的废话节目，你觉得奇葩说还不要变吗？奇葩说是废话节目吗？正是因为有所有不敢不想说废话的辩手，他们说的根本就不是正确的废话，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好话，是具体的话，是可以启迪人心的话，是有思考的话，所以他们说的是正确的话，不是正确的废话。但是在有些人来讲，觉得他们是废话，但是他们还是应该要说。另外，季如，我还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并没有打动我，那我们这些不会说话的人该怎么办呢？不让我们说话？所以要走上正确的路，就像我刚刚讲的，最重要的是先终止那个错误的道路。你一直在讲着废话，安慰自己说我有这个权利，你就永远不会push自己走到那个最正确、最好的路上。我希望你追求高一点，师兄。所以不对，师兄，我的妈呀！哇，杨奇涵打得好惨呐！所以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这儿，师妹，你觉得我们说话不好，就让我们先闭嘴，先别说话。师妹，你这样有点太残酷了。先倾听，先观察，先反思，然后你说出来的话一定不会那么废。先听，先了解，谨慎一点。双方时间到。
天哪，4位导师都给了反方 ，Oh my god！ 我开始同情杨金涵了。我被吉如摁在地上摩擦，观众就给他鼓掌，就压力很大，脑子现在一片灰色。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是认识了9年了，就是两人说话之间已经没有那些客套，全部都是干货，然后刀光剑影。来平复一下心情，每个人30秒做结辩，从许菊如开始，30秒。齐涵的观点里有一句话，就是好像他觉得我们总得说点什么，说点什么。所以如果我不能说出特别好的话，我就只能说废话了呀。你还有一个选择，叫做暂时先不说，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说。今天在语言的世界里，面前有2条路，这一条路写着走正确的废话，你可以走得很轻松，自我感觉很良好。这条路少有人选，叫做讲正确的话，它可能难一点。一开始你没有什么同伴人，但是我希望你选择这条路。这条路上，你是一个更贴心的爱人，更妥帖的朋友，更有突破的自己。谢谢。漂亮。正方杨金涵，30秒开始。其实刚刚吉如说完，我第一反应是我在想，如果爸妈听了我们的辩论，是不是以后不太再跟我们说话了？如果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沉默，我觉得他们也不太再给我们发微信说你们少熬夜了。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说话，真的是因为我们不太会说话，不太敢说话，只能说一句你多努力，多喝热水，这是已经尽力了。另外，我觉得美丽的爱情就是找一个人多说说废话，很多的我爱你都藏在了废话里。最后，祝大家都能找到一个愿意听你说一辈子废话的人。谢谢。谢谢。好了，可以，也很好，也很好，也不错，也很好。最后投票，5、4、哇3、2、1。天哪！基如在立论和开杠的部分都几乎是碾压式的，没有想到最后会出现那么大的一个逆转。我几乎以为他要输了，可是我觉得他切点最后切的是对的。康永哥是最后跳到正方那边的，发生了什么？他结辩好感人哦。对我也是被结辩打动了。他最后一句话是发出爱的呼唤，我觉得好可怜，就是辩论变到这个地步，就是给他一票，就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结果。那你现在后悔把最后一票给他了吗？我很挣扎，因为我觉得最后那30秒才是杨奇涵的水准。我不知道他前面为什么把正确的废话的定义弄到能不能开口说话的权利这件事情上。那一段他失去了不少票。刚才我觉得不是康永哥一个人在跑票，就是最后他那一段话说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突然感觉到了《奇葩说》的现场这么温暖，就是啊。然后这些女生们就突然一下就化掉了你们的那一颗稍带理性的心，因为他不见了，因为他把爸爸妈妈也端出来的时候，就实在让人想到了自己的爸妈常常传这些没用的废话来。可是就你让他们不传的话，他们真的要憋死了。可是吉如很好哎，怎么办呢？绝对要这个壮士留步的。谢谢。那许吉如进入待定区，壮士请留步。谢谢。我很满意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我做到了我的最好。你们注意到那个动作了吗？你们注意到那个动作了吗？许吉如真的还没走出去，他就开始收那3个杠。我以为就是比完了就拿杠，然后抓紧时间下去给下一位选手腾地方。
现在收回杠的感觉怎么样？我想再找老师再要一个杠。哎，哦对，我要把这个杠给许继如。你是人吗你？一定要在齐涵说的时候说。我们看一看下一对选手。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月，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来自美国加州的留学生。我之前一直看《奇葩说》是为了学中文，这一集我终于鼓起了勇气自己上，加油！40，哇，好可爱哦，很好笑的洋娃娃，甜甜的，真的好美。星月来选择吧。好，谢谢星月，下一位。56号是黄志忠哎，星月如果再没人选的话，就要碰上黄志忠了。哎，我觉得星月有可能是黄志忠吧。有点紧张，因为我可能要跟黄志忠打，我就觉得完了，我可能真的就这样结束了。55号。That's me. That's me. OK。有这么一个许真真，然后他就选了我，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你之前认识许真真吗？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谁，就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很有名。这是徐真真，我是个 rapper， 我每天都在改变 ，getting better every single day， 重新定义自己，也 build me， 重新定义辩论。为什么贴心月呢？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嘛，对不对？她应该也知道王志忠老师有多厉害。然后我站在地方，哎，你去跟王志忠老师打吧，你知道吗？我真的不忍心这样子，你知道吗？你们俩好般配啊！他为什么跑这儿了？你为什么跑这儿了？他本来应该在哪儿？他你不没听开心就拍手，我们开心就拍手，开心就拍手，开心就把你身边 Lamborghini 开走，要是开心就拍手，开心就喝酒，开心就把你身边徐真真都带走，我们开心就拍手。现在是可以退场了吗？还是怎么样？来，我们请星月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月。声音好甜啊！太可爱了。对，我是外国人研究协会的副会长。然后，你笑啥？不是，你是外国人研究协会，那你研究的其实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我之前一直看《奇葩说》学中文，然后终于到了第6季，我就鼓起了勇气自己挑战一下，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哇，学中文就来了这里。这样学的中文出去会被人家打呀。来，我们看一看你们双方的辩题啊。异地恋伴侣反对我和异性合租，我要搬吗？请你们双方剪刀石头布，决定出场次序。石头剪刀布。Oh man！ 星月选择先说后说。那就 rapper 优先。Oh my god！ 你说中文他听得懂，好不好？我今天想用英文。好，3分钟时间开始。我是徐真真，我是个渣男。今天如果我女朋友反对我跟别的小姐姐一起合租，我一定主动搬，马上搬，就算让我搬去一个更小、更窄、更破的新家 ，I don't care， 搬。
right now。因为只要我想到下次我女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住在一起。I was like yeah， 什么鬼？哎，你想想看，如果你女朋友给你打电话说炳明啊，我不想跟别的小姐姐一起住，你说哦哟，还吃醋了呢。我跟她只是室友，好不啦？哎，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这绝对不是我会说出来的话。讲出这种话的人，典型的宅男，毫无情商可言。什么叫做渣男？渣男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让他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愉悦、特别快乐，以至于他跟我分手的时候会感到特别难过、特别伤心，所以才骂我是个渣男。他的意思就是渣男还是比宅男好一些。如果今天我交一个女朋友，我一定会特别的在乎她的感受。我们要去包容的是女生那种疑神疑鬼的小心思，她担心的是男人的自制力，而我们要去照顾的是女生的想象力。今天不要说不跟别的小姐姐一起住了。如果今天我出去拼个车，打开门一看，耶，里面坐个小姐姐，我甩门就走，这个车我都可以不坐了。这就是 rap 式辩论。You feel me？ 只要我女朋友觉得开心，她觉得安心 ，I do everything for her， 这才是一个渣男的自我修养。哇，他们 rapper 真的很自信，比我想的好哎。再说了，男生女生一起住，难免生活上有点交集。那有时候我裹个浴巾，我大摇大摆的我就走出来了。有时候他穿个小吊带就从我面前这样飘过 ，Ladies and gentlemen， 哟，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我啊，真的不敢保证对方不会喜欢上我噶。到时候我这边我要处理我的异地恋女朋友对我产生的醋意，这边又要处理啊，这合租室友对我产生的爱意。哟，我谈个异地恋我太难了。我的天！到时候我室友看见我对我女朋友这么好，哎，他喜欢上了我，他又得不到我，他因爱生恨，趁我洗澡的时候悄悄地把热水调到100度，想烫死我。我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今天我女朋友反对我跟别的小姐姐一起住，那她是在担心我的生命安全，她是关心我，她是在乎我。所以这个家我搬定了，不管将来我有多少任的女朋友，只要她现在是我女朋友，我一定会特别在乎她的感受，让她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安心。这是我一个渣男的爱 ，A.K.A. 渣爱 ，A.K.A. 渣 LOVE。可以。好，谢谢珍珍。来，反方星月有3分钟时间，你准备好了吗？许真真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紧张，她很有气氛，就觉得我还是一个菜鸟嘛，而且我也担心我忘词。来，开始。这道题太现实了，它涉及到了我们毕业之后会遇到的各种残忍的事情，异地恋呀、搬家呀、合租呀，还有辛苦找到房子。这道题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你又没有帮我搬家，又没有帮我找房子，要不然你早就会发现我的室友是异性，那你都没有帮我做到这些，那你哪来的资格要求我搬家？第二，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个房子，你们肯定知道在北京找房子有多难吧？好的房子都超级贵，便宜的房子都在昌平。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在中国找房子就更难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提交申请，房东一看是外国人就直接拒绝掉，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外国人，我们没有办法沟通，因为我们听不懂。这个时候我真的想说，大姐，我听得懂，真的。好可爱，好可爱。所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我能接受的房子，结果你就让我搬走，你是人吗？其实你想让我搬家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但是安全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因为你一旦开始了你就停不下来。
你们有没有看过对象的手机？我有，是这样子的，我本来很有安全感，但是我这么一翻，越翻越没有安全感。我还删掉了5个女生，因为我以为这样我就会有安全感，但是并没有，我更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安全感是一个无底洞，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100%。哇，太厉害，全是论点，太厉害了，好棒哦！而且，异地恋更容易没有安全感。就算我为了给你安全感而搬家，你以为这样就完事儿了？那我没有异性室友，那我的异性朋友、异性同事，这些人都会成为一个问题，你什么都怀疑。那其实让你没有安全感，并不是我的异性室友，而是距离造成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这么受不了的话，你应该做的不是让我搬家，而是搬回来跟我一起住。好棒，好棒！这题好适合他。安全感不应该是别人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要懂得给自己的。既然我们都选择了异地恋，那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向对方索取安全感，而是自己给出对方一份信任。我知道给出一份信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很害怕会受伤，但这就是它的昂贵之处。如果谁都可以给出一份信任的话，那谁都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给你这份信任。我希望如果你也爱我，也会同样给我这份信任。谢谢。这太强，这太强，太讨喜了吧！你们两个现在要进入很考验人的开杠的阶段了，每人有1分钟的时间，请你们慢一点，一定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从徐真真开始，请你们慢一点，一定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姑娘，你有没有交异地恋男朋友啊？我有没有教育我的男朋友？立刻切换外国人模式。你刚刚说那个你男朋友没有帮你搬家，我觉得你男朋友确实做的不对。但是，如果我女朋友她反对我跟别的小姐姐一起住，我一定会搬的。那可能是因为你是男生，对你来说搬家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就这么点儿，就是如果我要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的搬，就对我来说很困难。你想给我造成这样的困难吗？是因为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说法。如果你是我女朋友，我赞同你不搬家这件事情。但是没办法，因为如果我女朋友真的反对我，我真的找对象太难了，找对象难还是搬房子难先？对，所以你找对象很难，你还要让他搬家，那这不就更难了吗？他可能还会离开你。新月，这个有逻辑哦。新月，你看着我眼睛跟我说，如果你是我女朋友，你让我搬，我告诉你，我一定搬。对啊，然后如果你是我的男朋友，然后你让我搬，我肯定不搬。这还不如选黄志忠，输的有尊严。星月你还有18秒。我有这么多？对。星月说的对。真真太难了，太难了。徐真真，真的求你不要找一外国人当女朋友。你们俩还有每人30秒的结辩。徐真真，你会弃权吗？享受这个舞台多30秒吧，不如就。哎，好，加油，帅，好，加油，加油，加油！徐真真30秒开始。异地恋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双方都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们要成功，要为对方付出更多的努力。今天我选择限制自己的自由，难道不是对对方和这段关系最好的承诺吗？我是徐真真，我希望我爱的女孩子再也不要伤心了，谢谢。哇，可以。星月开始。异地恋本来就是一个考验。我们愿意去挑战它，这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爱情有所信心。
我对你有信心，我希望你也会对我有信心，因为我认为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女孩子。不管我有1个异性的室友，还是100个异性的室友，都没的事儿，因为我爱的人是你，是我的白马王子，其他人都是。好，现场观众来，最后5秒投票，5、4、3、2，我的妈呀！1，92比7，星月胜出。我还没有想到他输这么多。啊，风度很好，他风度很好。风度很好，风度很好。蛋总投给了徐真真，啊，请你给你自己的这个投票做个交代。徐真真就很真嘛，虽然输肯定是输了，但比较真，我就投你一票。对，我觉得我挺喜欢星月有一个观点，说如果你真的这么不放心，这么爱我，你宁愿搬过来。我看这道题的时候，听到这个，我心里面想，如果我女朋友跟异性住的话，那我会出钱请那个异性搬走。哇，经济学的经济，霸道总裁。星月是张艺兴的深度粉丝是吗？对。你见过他本人吗？有。如果异性问你要你搬，你搬吗？他不可能让我搬，他是一个非常体谅我的老公。OK， 真真，非常感谢你来参加《奇葩说》，谢谢。哎，我们那个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也说的很好，而且那个气氛在，可能我们这场比赛算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星月加油，继续往前冲冲冲冲冲，预备位，耶！今天真的表现非常棒。哇！拜拜，拜拜。刚才这一轮比赛，我真的替黄日忠捏一把汗，因为我觉得黄日忠就算碰见新月，也不一定谁赢。好，来看下一队选手。哦，哎，哲一很帅呀！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啊！我叫大王，是第3、第4季的老棋拍。作为回锅肉，我又回来了。这个选后面的话，可以看看有什么人。48，会不会太晚？48，是整我吗？ Cool。我命怎么这么苦？我好惨！我看一下，我想死了。我会被别人当靶子打。序号第2的是谁？大王，请。哦。真的啊！哎，其实这些题对你来说难度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如果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愿意成为一个高智商的讨厌鬼吗？适合。哇，这个适合你，选得好，选得好，超适合你，选得好，选得好，选得好。我看到智商这2个字，我就想落泪。现在，就是因为对智商这2个字太喜欢了。37。Oh man！ 来。Oh, you got it！ 那很厉害，很厉害。我碰到过廖哲一，我觉得廖哲一挺强的。小黄志忠。我叫哲毅，是一个青年导演。之所以会来奇葩说，是因为我非常崇拜黄志忠。让我们有请曾经的 BB King， 有请潇潇、黄志忠和秋晨。
我希望能够跟他并肩作战，当他的罗宾。哲一，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然后传达的时候他是很有情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者。哲一，来，你选吗？他要选大王。真的吗？我猜的。反正不会选我吧？他太厉害了，选我就挂了。选到我那一刻就是绝望。我觉得你这么强，你干嘛贴个我啊？我真的就是为了选题，比如职中先贴了，叫潇潇先贴了，剩下那个位置我还是会去贴他的。来看一看双方辩题。如果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愿意成为一个高智商的讨厌鬼吗？来，剪刀石头布。对。哲一，你先讲吧。好，来，大王3分钟。大王，你是随身带了一个梳子吗？对，因为我想接一些头发方面的代言。啊。看我头发很好。太可爱了吧！你变的时候专心一点，可不可以？大王3分钟开始。当然愿意。哎，智商，朋友们，智商是刚需，而我一直在领低保。你们这些说不愿意的，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我跟你们说，不要被"讨厌鬼"这个词吓到，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在我眼里，高智商的都是讨厌鬼。高智商还讨人喜欢的更是讨厌鬼。康永哥讨厌鬼，马老师讨厌鬼，蛋总可爱。哎，真的是啊，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讨厌鬼。比如说我的对手廖哲毅，你智商高，我不选你，因为你如果是个弱鸡，我就不用这么焦虑，对吧？而我智商太低，也会被人诟病。太蠢也会遭到弹幕的攻击。林志玲那么美，她是小 S 眼中的讨厌鬼；颜如晶那么可爱，她是鸡眼中的讨厌鬼；杨奇涵那么有学问，她就是个讨厌鬼。来一堆吐槽梗哦。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不会成为讨厌鬼呢？没有人，反正都是要被讨厌的。为什么不智商高一点？心里话，我很想变成高智商，理由非常简单，我想为社会做贡献。哎，大家仔细想想，高智商的人什么时候最讨厌？他们吹牛的时候，他们说那些我们听不懂的话的时候，我们的智商被碾压的时候。说白了，高智商的人散发的这个讨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是知识的味道。太厉害了，太好笑了。这些我们不喜欢的味道，实实在在是可以创造价值的。至少在奇葩说，黄执中他真的很累，大家都想去请教他。我也很想帮他分担一点呀，你们也可以来请教我呀。结果大家都跟我说啊，心领了。哎，你们还跟我说什么呢？智商不够，情商来凑。我凑的有多努力，你们知道吗？我凑的有多辛苦，你们知道吗？我夜夜陪潇潇喝酒，黄执中说话，我还要假装听得懂。我努力在各个场合做到活泼开朗带节奏，搞得人人都以为我在纯 K 上班拿酒的回扣。我的天哪！高智商的讨厌鬼，每天睡前问自己什么呢？今天又博学了吗？低智商又渴望被人喜欢的我，每天问自己什么呢？酒量又大了吗？你们真的不懂，所以你们明白了吗？高智商的讨厌是对社会的贡献，而低智商的可爱只是对自己的无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一个讨厌鬼，但是当你拥有了高智商，你看破了他人的喜怒其实与你无关，你自己的世界可以自由运转的时候，即使被讨厌也不会打击到你的自信，这就是高智商的情绪自由。一听听情绪自由，一听就是我刚学会的高级词。情绪自由，
没有人想成为讨厌鬼，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终将成为别人眼中的讨厌鬼。那么要做，就做一个高智商的讨厌鬼。耶！好了，好，漂亮。黄执中很爱幻想自己是蝙蝠侠，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蝙蝠侠对面的小丑也有他致命的魅力，那就是高智商讨厌鬼的魅力。谢谢大家。哇！哦，超级漂亮，漂亮。太猛了，他也今天。大王的表现真的惊艳到我。稳了，稳了。我成功了，朋友们！大王太好看。哎，为什么刚才我们都是讨厌鬼，结果李诞是可爱啊？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又不是我问的，你说我干什么？他问的，你说他呀？怎么又说我一次？好的，哲毅，3分钟开始。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阴险，因为它设定的第一个陷阱是要你变成一个讨厌鬼。要我的话，我宁愿当一个低智商的讨厌鬼，也不要做一个高智商的讨厌鬼。我是一个导演，导演就注定要被工作人员讨厌，但还好我智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总是感觉不出来别人讨厌我。但是高智商意味着我能够感觉跟察觉得到谁讨厌我，为什么讨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我，到最后可能连我都开始讨厌自己跟怀疑自己，这样我电影还怎么拍得下去啊？而且低智商的人比较不会被真的讨厌，但是高智商就是一个原罪，因为他无法被超越，就会真正的被讨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部纪录片，它讲述詹姆斯·席德斯的一生。他这个人智商高达300，4岁就会4种语言，7岁考上哈佛，8岁就写了4本书。但在他21岁的时候，正值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他提出非常多反战的学说，却被大家贴上不爱美国的标签，每个人都唾弃他。他父母甚至威胁要送他去精神病院做思想改造。所以他死前，他一个人望着天空，轻声说着：“上帝，拜托，我真的好想要爱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没有？就算你今天有高智商，但是大家不需要你，讨厌你，这个世界就不会留给你爱的空间，你这辈子成了最边缘的孤儿。我们再往下想一想，他今天给你高智商，却没有给你能够承担这些重担的其他能力，像是沟通的能力、抗压的能力、适应的能力，这个都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反而像是一个诅咒跟魔鬼的交易，成了你这辈子都逃脱不了的宿命。如果你今天要我选择，我说真的，我宁可要平凡的幸福感，也不要这种居高临下的孤独感。因为真正的成功不在于你多么功成名就，而是有多少人愿意握住你的手。人生走到最后，不需要有人歌颂你，而是有人愿意握住你，对你说：“大王，我爱你。”这样好了。也不用搞这一招吧，真的是。大王那个表情，梳都梳头哎。好，我们要进入你们两个的开杠时刻了，每人1分钟，开始。大王，说真的，其实我也羡慕你酒量好，所以为什么你总是要羡慕别人呢？我跟你讲，我不是在羡慕别人，我只是想变成一个更聪明的自己。你刚刚一直讲低智商的人，他感受不到别人那么讨厌他。我当了一辈子低智商的人了，别人翻白眼我看得很清楚，好吗？来，大王，我问你，今天你能够站在这个奇葩说的舞台上，是因为还是有这么多粉丝爱你，而不是大家都讨厌你。所以，你如果变成高智商讨厌鬼，就是每个人都讨厌你，怎么办呢？哎，你看。你好聪明，你说的话我居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是不是高智商的好处？这个力量也太无敌了。好，我再问你，高智商可以给我们很多好处，比如说让我们拥有很多花都花不完的钱，我钱都花完了，我还会在乎你讨厌我吗？如果今天你所拥有的高智商是不被需要、没有作用的，其实你也没办法达到你想要去的那些目标。大王，我在问你，所以你觉得被爱不重要吗？
被爱当然很重要，但是我拥有高智商，我可以选择我是被爱，还是选择我去爱别人。我有自由选择，我有情绪自由。就新的一个词3次了，来，大王他的确讲得很好，但是我们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好，比如说像是时间不一定够哦。好，来，好的，比如像是乔布斯这个人，他再高傲，他也是需要被人爱的，爱不是选择的。所有的讨厌你都没有办法克服，因为人的孤独感是很困难的。好，陈毅，时间到。孤独，21世纪谁不孤独？这怎么打厉害！哇，大王今天炸了，炸了！谢谢大家。哎呀，笑死我了！大王今天给人一种流氓会武术的感觉呢，太厉害了！我的天哪，太厉害了！还可以啊，非常好。还有30秒结辩，来，从大王开始。没有，我当时我先选的这道题，因为我当时选这道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现在的处境特别像，就是奇葩说给了我一次重新回来的机会，也就是给了我再次选择的机会。选择什么呢？选择我这次回来，我保持初心，做以前那个装疯卖傻的大王吗？还是我可以努力，我能不能变得稍微聪明一点？我今天选择做一个高智商的讨厌鬼。我说真的，不是我在迷恋智商，而是我突然渴望进步了。漂亮！我不想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觉得他就会装疯卖傻。我想变得聪明一点，哪怕不成功，哪怕我今天会输，但是我至少努力过了。可以，漂亮。好，决议30秒时间开始。好，那我也不讲我原本准备好的结辩了，我真的分享我的真心话。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想要打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说真的，被讨厌这件事情，就算一个高智商的人，他再坚强，他也是很难克服的。就像当时我虽然拍了我的电影，但是我真的很好的朋友，甚至我工作的伙伴，因为一些利益的纠葛，他们讨厌我。这种伤痕就像画上去的，你可以告诉他不痛，但是你只能不断的向上施打麻醉剂，他终究还是会痛。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我想讲，就是因为他在提醒我们要懂得珍惜。如果我们总是希望重新选择变成别人的话，那我们永远没办法看清楚自己，找到自己这一辈子要去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唯有跳脱这个高智商讨厌鬼的陷阱，我们才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来，最后投票，5、4，我输了，3，对不起，2、1，大王83票胜出。哇，大王太精彩了！今天就是王炸。一个人把他自己的成长融进一道辩题里面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用语言和逻辑去击败他的。刚才你笑的前仰后合的逻辑，是因为你看到大王的变化吗？对，我觉得，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真不是这样的。就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女孩太逗了，真会装傻。但是接触了几天之后，你就发现他是真的好像有点问题，知道吗？但今天我觉得大王真的变，也别说变聪明了，变得有知识了，这是可以说的吧，对吧？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讲到大王这么有感染力，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大王，我要给你一个杠。真的假的？谢谢他。能够有推陈出新的论点之外，还能够做到在结辩的30秒就再讲一个新一点的观点出来，令人喜出望外。人生赢家，
大王是杠，这真的是杠上花呀！我唯一今天不满意你的一点就是，你一直在讲自己的低智商来骗人家的票，就是你在故意让我们更喜欢你，可是你还是一个讨厌鬼啊！我老实讲，我没有想到他会赢，结果他不仅赢了，还赢得那么漂亮，他太棒了，今天。他用了很多时间在准备，他准备的非常好，他把他的努力做出来了。你来到一个很聪明的舞台，然后这些人他们都很厉害，那你就努力一点呗，试试看能不能改变吧。以前的大王更专注在综艺的表演上，但我觉得现在的大王他真正开始思考这个辩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他最了不起的一个进步。我们在奇葩说的舞台上看到一个人能够把论点表达到令别人相信，这就是最好的表演，大王做到。观众其实最爱看的就是成长的故事，那他其实就是活生生的一个成长的故事。那哲毅，我确实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就是表达引起共振的这个话题。是，就是你带入了太多的新信息，但是其实全场在3分钟的时间里面，观众要给那个注意力能听懂你的全部故事，其实这个门槛还是蛮高的，可能会对你那个东西就接受起来会有点障碍。这只是作为我个人给你一些的这个建议。谢谢马老师。马老师，但如果我要走之前，我可以就是讲真的一些心里话。当然。好，就是呢，我说真的，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奇葩说》这个节目。然后当初在海选来的时候，我一路上也真的就唱着就是大王的主题曲，说花说花说花，然后觉得哇，就是太梦幻了。然后来到这边看到这么多真的自己这么崇拜跟让自己一直以来陪伴自己成长的这些奇葩们，我真的觉得好足够哦，就是非常谢谢《奇葩说》这个节目，谢谢你们，真的。谢谢哲毅，那谢谢你来参加《奇葩说》，我们期待着看你的电影。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哲毅。非常有风度的一个男孩。大王，你自己有2杠对吧？对。然后你拿到了哲毅的1杠。对。然后你还拿到了康永哥的1杠。对。现在你变成了一个4杠晋级选手，祝贺你！说话说话说话，没多不差，你不爱听没关系。提醒大家，京东双11全球好物节11月1号全面开启，你在意的好物尽在京东。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鹅真暖和。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看一看下一对选手，正方李佳瑞，反方赵有成。加油，佳瑞！赵有成是你的同事吗？他是有成的，是李诞公司的。大家好，我是东北 Sherry 李佳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瑞。我的职业是一名商业的主持人，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直播什么的，有很多人就会给你定义为你就是一个网红。其实我在想让自己突破一下，想做一个有内涵的网红。哇，好黑啊！我是不是要展示一下啊？我感觉我就为这个舞台而生，生是这个舞台的人，死是这个舞台的鬼。对自己说一句加油打气的话吧。好，来，佳瑞，佳瑞，奇葩之最，佳瑞不红，天理难容。对你的对手怎么看？我对手呢，我不是很熟悉，然后他们跟我说是个脱口秀演员，就是说很厉害的。我是赵有成，来自东北，是一名脱口秀演员。下嘴吗？之前得过故事王的季军。有成是一个
效果文化非常年轻的脱口秀演员，他可能觉得在我们公司的舞台上也有点难以证明自己，所以他想来奇葩说证明一下自己。你怎么评价脱口秀演员在奇葩说之前的表现？比如像李诞、池子呀？我觉得吧，就是脱口秀我比不过他们，辩论还比不过他们吗？就是有可能哦。我好讨厌老奇葩，我的天！啊，就贴着得了。我觉得我俩在一起辩论可能会特别像二人转，我觉得应该会挺好看的。两个新面孔来介绍自己。大家好，我叫李佳瑞，我来自于东北哈尔滨，我的英文名叫 Sherry。然后我觉得我的英文名特别国际化，所以一再要求导演一定要把我的英文名加上。然后我是一个在局部地区非常红的主持人，你可以叫我局部地区的网红。具体多局部呢？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南岗区和兴路那一片特别火。你取的是一个英文名字，你觉得它特别国际化，这是什么意思？读的时候你要有那个感觉，才能读出那个国际化，尤其是一些肢体语言什么，比如说 Sherry， 就这种感觉。对，他一说的应该是印度，他说的那个国际。好，李佳瑞来，反方赵有成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我也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不过我确实不认识他。然后他好，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在哈尔滨了？前2天红的嘛，就是耶，对，就因为参加这个节目。我是效果文化一名普通的脱口秀编剧，然后这位呢是我们普通的那个老板。没了。看了一下各位新老奇葩，我觉得还是回去讲脱口秀吧。太吓人了，哇，太强了，太强了！哇，我是来干嘛？哇，太难了，太难了。你要有信心，是吗？那信心就靠你这场比赛给我了，靠你。好，准备好了是吧？准备好了。来看题目。我让最好的朋友帮我追暗恋对象，结果他俩在一起了，我该不该绝交？来，剪刀石头布。我先来。好，佳瑞先开始。好，3分钟。我让我最好的朋友帮我追我的暗恋对象，结果他俩在一起了。其实选择让人帮忙追，本来就是一个傻子才会做的事儿。你知道这种行为在我们东北叫啥吗？叫嘚儿啊。鉴于现场呢有国际化的选手，我告诉你一声，嘚儿说白了就是虎彪啊。我这么嘚儿的一个人，我应该从一开始就跟他绝交，因为他既然能把这男的追到手，证明他要不然就是比我聪明，要不然就是比我漂亮，要不然就是哪儿都比我强。那我不跟他绝交，我留着他干嘛呢？充分显示我的嘚儿吗？你作为我最好的朋友，你不带我共同进步，到头来你身边花团锦簇。行，这个男的我可以不要，但是我不能不要所有男人呢。你说你如此优秀，然后审美还跟我如此相似，这就证明我以后都要承担类似的风险。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彼此支持、相互互补的，而不是说我一看到你我就自卑，我就能想起自己又虎又嘚儿又彪。那我跟你在一块儿怎么做朋友，对不对？下一个点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这个好朋友可能对“帮我追”这3个字儿有什么误解。你的确是帮忙追到了，你还直接帮忙在一起了，你真的是在超负荷完成任务。我不跟你绝交，我天天瞅着你俩情同意合，你侬我侬，你也是东北的，你应该知道，在这个城市你不能随便乱瞅，瞅着瞅着容易出事儿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为了彼此的人身安全，我不跟你绝交，你都得跟我绝交。再一个啊，假如说我不绝交的话，我的好朋友搞不好还会认为我对她的男朋友贼心不死。我是这样的人吗？我真的是。那我怎么办吧？我只能快刀斩乱麻，挥剑斩情丝啊！如果有一天一个搞不好我没控制住，你的男朋友也没控制住，而且很显然他也不怎么控制得住，我俩就搞到一起了。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我就是了。你们看我长相吗？对吧？像
我不能做，我不能控制住对你的喜欢，但我至少要守住我做人的底线。哎，最后我想说，其实人生当中很多事真的是需要通过告别才能解决的，而今天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面对这种事情，你可以毫无波澜、云淡风轻。所以待会儿啊，你也不要用那种假大度的段子，而且还不一定好笑的段子，试图来说服我。这段感情现在在我面前已经千疮百孔了，我多停留一天，我都觉得我的人生是千疮百孔的。有些情人就是要分手的，而有些朋友就是要绝交的。谢谢。干过，干过。哇，Sherry 太好玩了。Sherry， 我有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要请教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3个字的，就东北话，虎我知道大概是哪个字啊？嘚儿这是什么意思？嘚儿就是虎标总称，就是蠢、傻、虎、嘚儿、二，所有形容这种的总称。我此刻觉得我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嘚儿。来吧，那个赵有成，你肯定知道嘚儿怎么写，对不对？对，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家乡的原因。3分钟时间开始。首先，我觉得 Siri 啊，刚才说的非常对。Gary， 他一开始直接就肯定了他找朋友帮忙的做法是错误的。我来跟大家说错在哪儿。第一点，你找朋友出谋划策，那你找这个朋友肯定是情场高手那一块啊。你问他，哎，这个套路能好使吗？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你这个套路好使。你懵不懵啊？再说第二种帮忙，朋友出力嘛。今天他过生日，哎，你帮我送个蛋糕；明天下雨了，你去帮我送个雨伞。这不是让朋友帮你，这是你在帮朋友啊。在这牵线搭桥，你还问，哎，这个男生怎么不喜欢我呀？他可能还没见过你呢。第二个，他始终没谈的大错特错就是暗恋。成年人千万不能搞暗恋，默默付出还不计回报啊！今天送个早餐我不留姓名，明天送个玫瑰我不留姓名，咋的？默默做好事不留名，你是情场红领巾呢？最蠢的不是不留名，而是你还留了朋友的名。最后一点，为什么还是有人选择暗恋呢？有个借口非常好啊，说我要是表白了，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你要是这么缺朋友，你还跟朋友绝交干嘛呀？最后一个点，东北话嘛，求人办事儿就要承担求人办事儿的后果。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这件事归根结底原因在我自己身上。爱情不能假于人手，如果我能接受在别人的帮助下追到一个对象，那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只有那些不隐藏自己的感情，并且敢于表达出来的人，才会最终拥有爱情。我既然已经造成了朋友和对方之间一场美丽的误会，我倒不如选择成人之美。只希望下一次遇到喜欢女生的时候，我能够勇敢一点，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她我喜欢你。有成，我能给你提个建议吗 ？OK， 你回去看能不能，要不起个英文名吧？就是你这个名字，这个太老成了。显瑞，你帮他起个英文名行吗？你就 Jerry 吧，老鼠的名字。好吧 ，Jerry， 那个就定了吗？这么仓促吗？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好。OK， 好，来，我们现在进入开杠时间哈，从嘉瑞开始，1分钟。你刚才说让我自己承担后果，你挺大个老爷们儿，你咋寻思说这话呀？你真是给人一巴掌，你连个甜枣都不给呀？你真是自己当了滴滴，你还立牌坊是吗？我并不是让你自己承担后果，我认为呢，现在年轻人的感情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2019年了，还在一棵树上吊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大度是吧？那我想问你，你有过人的体温吗？你有过心跳吗？你闻过花香吗？你看得见天空的颜色吗？我有体温，你可以过来感受一下，我是有体温的，对不对？最好的朋友能抢你对象，他肯定是最担心你
心理感受的，说明他可能是遇到今生挚爱了。最好的朋友遇到今生挚爱，应不应该祝福？哦，所以我想问你，如果我看着他俩我就堵心，我就难受，怎么办？我觉得我可以选择放下这段感情，对不对？你真的是大度啊！你是没长心吧？啊，我问问你的心在哪里？对于这种事情你都能大度，你真给东北老爷们丢人！呸！哎呀，这怎么打？作为东北老爷们儿，暗恋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把媳妇儿放在心上可以，媳妇儿不能让，但是暗恋对象是一件小事儿，可以让。赶紧推过来。好，Jerry，时间到。好，我想说的是，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你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对待。就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轰轰烈烈开始了这段感情，我就要给他轰轰烈烈的结束，高调的绝交。不管说啥都有气势。跟女生讲道理太难了。赵有成，我是有体温的，不信你过来，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你都问了就要回答嘛，我也。他要是过来你也没有体温，那你是凉了，你知道？好，每人还有一个结辩的时间啊！哎，这次要从赵有成先开始了，30秒结辩。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最好的朋友帮我追暗恋的对象，最好的朋友只有一个。暗恋对象是什么？就是我一份得不到的爱情，我失去了就失去了。难道我要把最珍贵的友情也要抛弃吗？下一次如果我再做选择，爱情、友情我都要，我选择不绝交。谢谢大家。为啥票完全没动？来，正方30秒开始。Jerry 刚才说了哈，说这个友情非常的珍贵。那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它这么珍贵，我更要选择绝交。为什么？我要通过绝交给你释放一个讯号，你们这段感情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就是你要失去我这个最好的朋友，就好像是上帝为你开了一扇门，他可能就要为你关上一扇窗，所以。你们这段感情它来之不易，你必须要好好珍惜，你才能对得起我的退出。好，所以绝交是我给你最后的礼物，也是给我自己最好的祝福。谢谢。好，哎，这个漂亮，这个转回来漂亮。好，他比想象的要厉害很多。好，我们来投票啊！5、4、3、2、1，李佳瑞94票胜出。友情太惨了。最后你那30秒陈词之后，旁边就突然来一句好。罗老师是被什么触动了？就是他的那个语言节奏，你就受不了嘛，你在心里就跟鼓点儿一样就打起来了。刚才后面有人就喊说在一起，在一起，叫 Jerry 跟 Sherry 在一起。结果 Sherry 就你知道有多熟练吗 ？Sherry 就应酬式的大笑说哈哈哈哈，然后就摇头，就是他会先应付场面，然后就赶快表明态度，就是 Jerry 是不行的，所以 Jerry 不行是吗？哈哈哈哈。哎，他这么聪明，怎么会只在局部红啊？老师，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更红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不过赵有成真的是有一种甘当绿叶的精神，连穿的都是绿叶儿，就来了就为了捧一朵红花的。我以为我是挺会说话的，就话挺多的人，但来这儿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自闭儿童，你知道吗？哎，你的老板既没有投你的敌人，也没有投给你，但哥，你我觉得没投敌人就算帮我了，我觉得。那有成今天确实表现的没有人家好嘛，我硬投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让他好好回去工作。有成，谢谢你来参加《奇葩说》。太难了，我感觉要哭出来。我真的我太累了，我觉得有一点委屈。奇葩说太难了。
好，李佳瑞成功晋级2杠选手。我会觉得有运气，今天开杠的点都在我的射程范围之内，天时地利人和吧，我觉得老天也是比较眷顾我。Sherry 这个选手，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可塑性其实特别强。我觉得今天 Sherry 打得很好，整个比赛的节奏都在 Sherry 的身上。那个总编剧，此刻的感想是什么样？就明天应该不用比了吧？我可以不比了。脱口秀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贯死的比较惨，我还挺期待他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和表现。下一个就是吐槽大会啊，脱口秀大会的好几季的总编剧，让我们欢迎程璐。大家好，我是程璐，来自吐槽大会啊，我就想来到这个节目来学习一下。来，我们看看题目。不要突然热情，因为对方突然冷淡，你就突然热情，就感觉像2个一惊一乍的人在谈恋爱。太突然了，你热了我又冷了，你冷了我又热了，你们2个是什么暖宝宝吗？为什么你们2个暖宝宝就不能一起热？是因为缺电吗？对，就是因为不够来电。我们不要突然的热情，相反，我们要冷静，我们要冷静的去分析，他冷淡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你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说对方最近比较忙，没有空联系你。就像我已经1个多月没有联系我老婆了。我想他现在也应该对我有点意思了。他在考虑要不要对我突然热情。他没有，我觉得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就是真啊！老婆，你还记得我的微信吗？来，下一对选手。父母把钱花在保健品上，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你花在这个保健品上出了问题，他们不懂，至少你懂，你知道去哪儿举报，去哪儿退货，对吧？买了区块链出了问题，他们不懂，你也不懂，对吧？你举报谁呢？看不见的手吗？哦，这个梗可以。你知道你买保健品，你吃的时候至少顺便喝了点热水，你喝完心是暖的。这个钱你花在炒股上，炒完心是凉的。这个买保健品不只追求疗效的，就好像你买包不只追求储物一样，都是追求的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对吧？这叫心灵大保健。这就好像你背了一个几万块钱的包，虽然你还天天住着小隔断，挤着1号线，但是你出入那种 SKP 跟王府中环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出了一些那种匪夷所思的自信跟乐观？要说买没用的东西，也是你买的更没用，对吧？你说你妈被骗了，买的什么脑白金就是褪黑素，但至少她吃了之后睡眠好了呀，对吧？她需要睡眠呀。你买了一双新款球鞋，说有更好的弹跳，你需要弹跳吗？你是不会弹跳吗？你走路是这么走的吗？你上班路上见一个水坑，哎呀，我过不去了，回家吧。不是的。大家都每次都说嘛，这个舞台脱口秀演员来都很容易垮，但是他今天为脱口秀演员证明了。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蓝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真暖和。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好，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组选手。哇，这场我期待很久了。要炸，这场要炸啊！大家好，我叫小黑，我是来自山西的，是一名狼人杀玩家。前这位，我觉得七号玩家，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交代点什么能让大家信你，不如交代点后事吧。早有耳闻说小黑很厉害，很厉害。小黑是我选的在北京赛区，他当时进来的时候，因为前面很多人都
不可以，所以我当时心情非常低落。然后小黑进来，直接哇刷刷刷一说，笑的我不行。我的论点是，要不要牺牲贾玲救大家？你想想，你面对的是什么人？魔鬼。魔鬼说的话是什么话？鬼话。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次机会能明确知道自己的死期呢？就在今天，朋友们，赶快！一路很关注他，一直等到他真正参与录制。你会考虑挑战老奇葩吗？我会优先考虑，你有一张嘴，我也有一张嘴，是不是？大家就是干。12号，来，请到台上了。那我就贴喽，贴吧。你是单纯的选择潇潇，上面的题你看了吗？我看了，为他而来。哟，他比潇潇还厉害，他超厉害。作为一个狼人杀的职业玩家，在辩论赛场上真的也不一定会怎么样，你们觉得呢？他逻辑很强，逻辑思维很强啊。确实是不一定会怎么样，只是不会输。潇潇，你此刻的鼓掌和笑容有点不自然，是吗？不是，因为我怕他为我而来，又因我而去。来了，刚起来。我觉得打他会很期待，然后也会很刺激，因为我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而且我的梗非常的层出不穷。他就算打得天外飞仙，我也打个五花八门，我们两个就是棋逢对手，根本没有谁会怕谁。现在选完对手了，是心情怎么样？挺好的。你的对手小黑，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就是太有趣了，这个人，对，就是好笑哦。外貌上呢？外貌，他的外貌让他更加有趣。可以吗？继续。潇潇他今年想走优雅的路线，但其实他非常的焦虑。每一天就召集大家一起想要讨论论点啊，然后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好难啊，就是一些情绪上的，要组一些哭局啊、上局啊，就是一种发泄的这种局非常多。我看他这么辛苦，我好高兴啊！好，今天正方是小黑，反方是潇潇。来，小黑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我叫小黑，然后呢，我之前是一名英语老师，现在是一名专业的狼人杀玩家。然后我为什么叫小黑呢？是因为我来自山西，你知道山西产煤有一句话叫啊，人淡如菊，我是人黑如煤。对啊，就这样吧，也不用说太多，一会儿看就行了，好吧？哇，好有自信。小黑，我有个问题。好，你的声音跟你的造型不一样。我也被困扰了很多年，这个声音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但确实是真的。我可能是山西版林志玲。我知道你的声音是真的，我只是说，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外形就凑上这个声音？哦不，因为人生就是要不搭。好，那潇潇有什么要重新介绍自己给我们的吗？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潇潇，话就不多说了，一会儿直接看辩论吧。潇潇，因为你是老奇葩了，你是 BB King， 那我们要给你介绍一下《奇葩说》第6季的冠名赞助商京东，然后前面是京东的主管闹闹。然后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吧？那个，高快豪爽，多快豪爽啊！哎，我是不是获胜了？是要太紧张了，真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们两个的辩题，好不好？奇葩星球黑科技，每个人都可以按键复活一位最爱的人，你支持吗？
正方小黑是支持，潇潇是反对。对，来，剪刀石头布来决定谁先出场。剪刀石头布。我先。就是这个，一会儿记住都是这个啊！加油！好，小黑3分钟时间开始。要支持。首先，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作为你最爱的人躺在下面，我知道有这个技术，正准备含笑九泉，你说你不支持，我只能死不瞑目。以后你每次来上坟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冒烟，不是因为灰多，而是因为生气。所以要支持，支持有以下几个好处：一，强行相爱，弥补遗憾。我们今生没有在一起，主要有以下2个原因：一，我爱你，你不爱我，你死了我复活了你，你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你会带着救命之恩，以身相许，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我们可以强行相爱。有人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派胡言。你这么不在乎，不如直接变成蝴蝶飞走。我们接着说的是，两情若是阴阳相隔，确实需要率先复活。我不图个长长久久，也得图个团团圆圆。我的妈呀，还好我不是打他。第2点。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有了这个按钮，什么意外，什么危难，通通不存在。我的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殉情了。好处3，增强沟通。你可能会说，我跟个死人有什么好沟通的？那你每次去上坟的时候不说话，就是为了发自拍吗？我们2个复活了你，我们2个不仅可以大聊特聊，甚至可以蹦迪，蹦到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我了，你怎么知道他想不想复活？没错，我确实是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我只能率先复活他，亲自问个明明白白，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最后，我来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支持这个按钮，是因为这个按钮会改变我们的价值序列。没错，也是刚学的词儿，价值序列什么意思？人的一生精力有限，一生的追求更是分先来后到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有谁把追求爱当做人生的第1位吗？你们不说话就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你们觉得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没有用。但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真爱可以换回一条性命，是不是瞬间超有意义？而这一切却又如此的简单，你按一下按钮就行。你可能会说，这样的爱是不是太带有目的性了？那我问你，人做什么没有目的？赚钱养家、娶妻生子，哪件事情没有目的？而这个按钮反而回归了最单纯的目的，那就是人活着就是为了爱，而爱就是为了活着。这个道理简单的就跟人为什么吃饭一样，所以要支持这个技术。以后你不会每天只想着追名逐利，而是轻声的问自己，我有没有成为别人的最爱？真正的真爱不死，大概就是这样了。最后的最后，愿真爱洒满人间。好棒啊，小黑！哎呀，我有点担心潇潇。真的就是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他讲的时候，我会听到一直有笑声，对，所以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如今上一季的焦虑，对。好，让我缓一下。啊，他这个形象跟他这个声音真的是。好，潇潇3分钟开始。奇葩星球黑科技，一个按钮复活一个你最爱的人，这有什么好讨论的？本能啊！但是因为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要去思考一下，他们用哪种方式回来。一个得了绝症、痛苦离世的病人，他能否健康的回来？一个耄耋之年、寿终正寝的老人，他能否年轻的回来？一个穷凶恶极的罪人，他能否忘却前尘、善良的回来？都没有说，他直接把一个最甜美的结果放到我的面前，你最爱的人。拍下去，他就能回来。这个时候，我想起别人对我的一句忠告：往往
最诱惑你的选择，不是上帝给你的机会，而是恶魔给你的考题。今天这道题我要怎么解？他要问我的是我要复活我的最爱吗？不，他要问我的是我能否接受别人的离开。漂亮。奇葩星球是个什么地方？我在这里待了快6季了，我看到有的人走，我也看到有的人来。有的人是被迫离开，他尊重是奇葩星球的规则；有的人是主动离开，他坚守的是自己内心的选择；有的人要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怪，在那个世界山的顶峰有一座最佳女主角的奖杯；有的人选择去旅行，他的目的地叫星辰和大海；有的人都已经离开奇葩星球了，却依然在别的宇宙中心呼唤爱，而有的人还在，有的人还在，因为有的人还在。我吗？我每一天、每一年，我都听到这个按钮的啪啪声。很多爱他们的人，要把他们拍回这个奇葩星球。面对你最爱的人，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暗呢？我们不暗，是因为他们曾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生温暖纯良，唯一不舍的是爱和自由。他们不在这儿，所以你们觉得他们走了，但他们在这儿，所以他们从未离开。哎呦，哎呦，太长了，受不了了。海贼王里的希鲁鲁克，用他一生的时间去创造一场在他脑海里粉红色的雪，身边的人笑他疯了、吃了、傻了，但在他临死之前，他成功了。他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一场粉红色的雪。临死前，他告诉乔巴，子弹射穿胸膛不会死，得了绝症不会死，只有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那些你们深爱过的人啊，那些离开了你们的人啊，那些曾经生活在奇葩星球的男孩女孩啊，他们不会死，因为他们都曾经在你们心里为你们下过一场粉红色的雪。强！哎呀，太帅了，这姐！太棒，太棒！他现在是偶像级辩手哎，风格大变，风格大变啊！可能是因为对潇潇太紧张了，就是心情会有一点受到他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的影响。开杠，我要再给观众新的点，再有力量，再有密度一点。来，我们下一个环节是开杠。小黑开始。今天潇潇讲的特别简单，就是只有爱就不会死，所以你也认为爱非常重要喽？我当然认为爱非常重要了，但是如果因为你爱他就必须回来，那你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伤害。你认为他不会死，所以何来复活一说呢？哎呦，是这样的，一种形式的离开呀，会用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不在这儿，但在我这里，而你呢，是非要他在你身边。说得非常好，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俗人，我们真实的爱就是要在身边。他选择是一起去死，我这个案件拍回来，2个人都活了。这时候不慌就是最厉害的。对，不慌就是厉害。说得非常好，一个人他有多想活，他就有多怕死。今天这个按钮不是长生不死钮，你按回来，他还会面对第2次死亡。当第2次死亡来临的时候，他更难接受。这个钮是一个诅咒，你们俩都学不会放手。天雷勾地火。那对于疾病和意外的人，他突然的离去，我们到底要不要做些什么呢？
这个时候小黑打到我们的情感痛点了，给我举疾病的例子了。所以小黑，这个时候我要问你的是，今天你要复活的到底是你最爱的人，还是你认为最不该死的人？如果是我最爱的人，哪怕我的奶奶7老80，我都觉得是英年早逝。说的太好了，冷静一下，最爱的人就是最不该死的人。好，时间到。这个不错，这句漂亮。加油，加油！我没有想到小黑开港会认真跟我聊辩论的事情。毕竟是专业辩论节目，我有我的逻辑输出，我不想靠撒泼打滚混过去，就让大家觉得我是值得在这里的。结辩是从潇潇开始，对吗？是。潇潇30秒开始。期间这道问题摆在大家的面前，最难解决的不是你爱不爱，而是给谁爱。你要选择一个最爱的人，你这辈子会爱很多人，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孩子等等等等。我做出了我的选择，我把这个按钮按给了我的妈妈。但我有一次困扰，我希望所有人帮我解决这个困扰，就是当我按下这个按钮，我没有如释重负，我内心有一丝恻隐，就是不知为何，我复活了那个我最爱的人，其他我同样深爱但没有被我选择的人，在我的手上又死了一次。小黑30秒开始。特别简单，他说因为一生太长了，你最爱的人是无数多，你无法检验你到底最爱的谁。但你死之前，你如果问自己最爱是空白，你会更加难过。而且你爱无数人，能复活一个是一个。我们要觉得哪个好，我们来做选择。爱很多时候充满了无力感，有很多人面对过无数次的死亡，我无法像对方一样下粉红的血如此坚强。我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我如果想用我的命换你的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告诉我，你要学会面对死亡，我无法面对。这个按钮是不是可以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也在救了我一命吗？所以这个按钮，它不是只救一命的按钮，是让我们俩有彼此一起面对死亡勇气的按钮。谢谢大家。你们是精彩的比赛。小黑还是牛感，我跟你说。最后的投票。3、2、1，潇潇80票胜出，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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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强。潇潇先说说准备这一季奇葩说的过程吧。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上一季其实没有打到比赛，然后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是空了一气，然后就压力特别大。对，我跟思恒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在那抱着哭，就压力太大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倒不是说有什么 BB King 的身份，我是觉得我不仅要尊重他，尊重奇葩说，我觉得我的表现我还得尊重我自己。很棒。听说你们传了好多局啊，什么哭局啊、丧局啊、骂局。是我们就是经常在家里面说选我们那几个人的坏话。是小黑选的你是吧？对。所以你们平常是怎么评价他的？就是真的都不能播。可能给他擦擦眼泪吗？啊 ，no， 那个薛教授要来给你加杠啊。哇！谢谢教授。薛教授最喜欢他。哦，现场的表现，那潇潇比小黑要好。他如果能到我们队伍，我觉得非常好。我佩服潇潇很久了。佩服潇潇很久了。对。就我做不到的，我看见别人做到，我会佩服他。如果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会更加佩服他啊。那潇潇做得非常好，我不管他背后有多大的压力，他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做得非常好。
不仅逻辑性更强，而且他刚才打的那个点是眼花缭乱的丰富。蛋蛋对小黑的感觉呢？小黑其实我在网上经常看他的视频，他玩狼人杀的状态比今天好，因为今天还是有点紧张哈。你要是拿出你平时玩狼人杀那个胡搅蛮缠，就死不认账，不把别人弄死不放松的那个劲儿，今天不一定会输。他那个玩狼人杀的时候真的很凶残，他会那特别凶残，就特别急眼，一对就是他，一看，哎，是我，就是小黑，请问你对刚才这个比赛的感受？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聊跟生命或亲情或爱特别沉重的话题，所以我选了非常多诡异和无厘头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觉得其实也想让大家看到我们也是可以上价值，也是可以聊得很深沉的。但是我自己是希望我看过所有的价值依旧乐观开朗，希望大家看完我开心之后依旧喜欢我就好了。我特别想留下这位状元。Yeah! 留步！说不想留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一个人拍的时候，我又在问自己，这个票型我到底配不配留在这儿？好，蛋总给出了第二个壮士留步的红灯啊，期待你后面给所有人造成更大的威胁。谢谢小黑，谢谢。那潇潇，恭喜你成功晋级。我在这场已经把我能做的都爆发完了。潇潇最后对我说了一句是精彩的，但我就希望可以在这个复活赛成功复活，然后再想以后的事情。我觉得小黑稍微练一练会变得很厉害，他前面立问都不输的。我其实很看好小黑，我觉得他表达够独特，也特别会善用自己的短处，渲染自己的那个人物特性。不用怀疑，我觉得小黑就是新人里的 No.1。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比决赛还要难打的一场比赛。